再看你一眼，渴望来世的相聚。如果坚持到最后，我将不得不离去，你会记得我，记得我爱你，不必再追问，只要你相信，相信我会守候我们的根到最后一分。去感受我的热血，我的灵魂，不必再追问那些热血，那些青春，也许不再有深深一个吻，爱上一个人，不必再追问，只要你相信。感受我的热血，我的灵魂，不必再追问。看来我们要一起赴死了。我先杀了他们！一旦跳进事端，就是头号罪人。我死了。我也是烈士。大帅，宋部长急电，西安的事情和平解决了。来得太好了，太及时了。太好了，事情终于解决了，我们的心都能放下了。你去找冯天奎和饶国华，把电报内容告诉他们。是。你拿着电报去找潘天雄，他应该知道怎么做了。是。来得太及时了，不然的话，这情况就完全失控了。我不是共产党员，我只是帮他们做了一点事而已，你就把我抓起来，百般刁难。严刑拷打，这不是我一个人对你的恨。之前你抓了一炳，还抓了香玉，对他们也是百般刁难，严刑拷打。现在。是我们姐妹对你的恨，为什么你这个人一点人性都没有？没想到我会死在你的手里，请你下手痛快点，别让我死得太难看。那我就成全你。我是中共川康特委委员，你不是想知道我们开会的目的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受四川省委委派，到重庆宣传联共抗日的政策，就因为抗日2个字，你就要杀我？我想问问你。你不恨日本人吗？难道你愿意当亡国奴吗？当然不，这一点老潘可以给我作证。我对日本人从来没有手软过，因为我也是中国人。如果你真的有这份心，我可以放过你。你真的不杀我？我在红军工作过，每天
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这是在打内战。一群中国人在屠杀另一群中国人，却给了日本人机会，让我们的国土一步一步的被侵略。就在我们打内战的同时，我们失去了那么多国土。难道我们不应该警醒吗？现在国难当头，我们的民族遭遇了空前的危机。张学良和杨虎城要不是被逼急了，他能发动兵谏吗？他们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抗日救国吗？这个可以理解。这次西安事变，我也是主和的，希望结束内战。耀基，里面情况怎么样？司令在吗？那个特务都已经被控制住了，他在里面呢。司令，这是西安发来的电报，大帅让我第一时间给你。太好了，你把电报内容向大家读一下。是。这是宋子文部长发给大帅的。西安事变经过谈判，委员长今天已经接受协议：一、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，驱逐亲日派，容纳抗日分子；二、释放上海抗日领袖；三、释放一切政治犯，保证人民自由权利；四、停止剿共政策，联合红军抗日。事情终于有结果了。这样好，这样，我们所有人悬着的那颗心，都可以放下了。是啊，我们的枪口终于可以一致对外，再也不用打内战。中国人终于团结起来了。是啊，中国有救了，民族有救了。我们真应该好好庆贺一下。是啊，是应该庆贺一下。为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，为了抗日力量的聚集，哎，我们握个手吧。哎，你不同意？大帅，潘天雄来了。大帅，大帅，就是你不叫我来啊，我也打算来看您呢。国共再次携手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啊，真是大快人心呐！你给我闭嘴！你一张嘴，我看到你心里去了。说吧，又捅什么娄子了？捅娄子？没捅什么娄子。啊，立功倒有一件，我救了康兆民那小子一命。你倒是能说会道的啊！我怎么听说你拿枪对着人家？我那是演戏给别人看。我要不这么做的话，那康兆民那个小子他就犯大错误了，他差点破坏国共合作呀。你们先下去。是。胡闹！你知道吗？要不是国共合作的电文来得及时，你就闯下大祸了。不是大帅啊，这情况是这样的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
现在就剩咱们哥俩了，说点心里话啊。你我还不知道吗？从小当兵跟着我一起的，啊，就你那臭脾气，你那股倔劲儿，干什么事儿勇往直前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讲义气。这一点，我还真是很欣赏你。你那个倔劲儿就是好嘛。可你也得为我想想啊，我一天到晚给你擦屁股抹稀泥，帮你办了多少事儿啊？啊，你得为我这大帅想想，我这大帅不好做。是，大帅，你不知道，康兆民这个小子，他真不是个东西啊！他处处跟我作对啊，他更是把共产党看成是眼中钉、肉中刺啊！你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那共产党和国民党还争什么争啊？这打鬼子最重要啊！这鬼子都跑你家门口了，骑在你脖子上拉屎了，那你还不揍他干什么？你跟老康有意见不对付，这没问题，可以坐下聊。有什么事儿不能坐下好好聊了？再说了，实在不行，不是还有我从中给你们说和呢吗？动不动就拿枪指着人家，这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吗？我这是制服他，我制服他一个，我幸福万家人呢。你这臭毛病又来了，我说一句，你这10句盯着我。反正大帅，我跟这个康兆民这个疙瘩是解不开了，除非这小子重新做人，别再找我的麻烦。让他重新做人，难呐。不过这疙瘩你们就不要记了，我在当中不好做，你说呢？行了，大帅，我知道了。我们现在就得一门心思对外啊！我早就把这个心思啊放在对外的作战上了。我恨不得我第一个我就上前线，我跟鬼子真刀真枪的干。至于康兆民这边呢，就这件事情，大帅我不跟他计较。但是大帅你得明白，我不是怕他，我是怕给你大哥添麻烦。你小子，真会说。走吧。熏肉大饼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你请。大帅打来电话了，说委员长今天决定从西安飞回南京，魏志环他们也获释了，老蒋决定抗日了。这种局面我们终于等到了。司令，回来了，事情办完了吗？重庆的事情我都处理好了。啊，好，咱们回福江。哎，司令，但是你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办呢。什么事啊？上次你为了救我，在报纸上宣布说要娶我，而且还摆那么大的排场，这要感谢你。都是自己人了，你还客气什么？但是现在，你是不是还要宣布一下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？否则这个对你对我都不太方便。哎呀，这不成儿戏了吗？我这婚都没结成，现在就要宣布离婚了。走，上车。你这回啊，可真给潘爷出了个大大的难题，绞尽脑汁就想出这4个字儿。我看他这2天为这事儿啊愁得都吃不下饭去。这离婚声明就那么难写吗？难倒不难，姐姐，关键是这还没结就离，那离婚总得有个理由吧？感情不和，说他跟共产党感情不和，这也不合适吧？不过我倒是可以帮他出个主意，就说你已经结婚了。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？怎么能说我结过婚呢？倒是他结过1次婚，他不是还有个孩子吗？这男人结过婚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要不就说他儿子不同意。你什么时候见过他儿子？胡说八道你！你这么说也太有损他形象了，不行。这不成那不成，那你想个主意，反正这事儿是你挑起来的。其实他心里喜欢谁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不过就是占着别人的位置，现在把这个位置给别人让出来而已。我挂了这个名分，就等于在别人面前砌堵墙。你连这都看不出来？西安事变那几天啊，眼看着潘司令这头发一根根白起来，大帅问他：“江山美人，你选哪一个？”他毫不犹豫就选择爱美人。
他把部队调去，他真敢搅了那白公馆。哎，我这死皮赖脸的想嫁，可惜人家就不理我这茬。你说他敲锣打鼓的把你迎进来，又把你当菩萨一样的供着，可见啊，他这心里早就有别人了。所以，我才要着急解套啊！哎，这跟共产党可没有关系啊！哎，姐姐，你说这声明该怎么写啊？我看你们两个都是瞎操心，怎么写那是他自己的事情。西安事变，这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事件，它使中国人民在外辱欺凌、国土沦丧面前空前地团结了起来。当时全国兴起了抗日热潮，而日本侵略者对此是不甘心的，他们加快了对华作战部署，全面进攻中国的阴谋也在加剧。严将军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为什么不在重庆，却跑到北平来了？日本重庆领事馆被南京勒令关闭了，昆明领事馆也同时关闭了。现在四川、云南反日情绪高涨，我们关闭了2个领事馆，等于失去了2个据点。我刚刚得到情报，蒋介石现在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，共产党也四处派人活动。我来北平，就是与你商议此事的。西安事变以后，中国的反日情绪越来越强，而蒋介石的态度也日趋强硬，看来日中必有一战。军部正在积极策划准备，对中国军队是以毁灭性的打击。徐子，最近一段时间我很忙啊，没顾及上你啊。但你对训练士兵很严格，不错。不严格不行啊，司令，打小鬼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尤其是老蒋被扣以后啊，我更得抓紧练了。不过，司令，你把民团编给我了，人头是够了1000多号，枪才300条啊。哎，5个人1条枪，不够啊。这个我不瞒你说，我正为这事发愁呢。我听说日本的一个师团，光轻弩机枪配置就600挺以上，山炮、野炮加榴弹炮100多门呢，数十辆坦克和战车。这些武器的配置我们都差得很远，所以日本人就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。现在，帝国第10、第5、第9师团积极布战华北，第15师团也随时准备船运上海，再加上关东军在华北的部队，我们在华的总兵力就可以达到50万人。我觉得还是有些缺陷的。中国军队由长江向西撤退，而西南地区地势险恶，就成了他们的支撑地和后方。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。严将军，你太多虑了。帝国军队根本不用打到西南，中国的军队就已经崩溃投降了。那些装备精良的中央军，我都不放在眼里，更何况那些地方杂牌军，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冈村将军，我离开重庆的时候，看到了潘天雄的川军，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，他就重新组织了部队，当上了军长，而且他还叫嚣要和我们决一死战。潘天雄，范道军，在战场上看到他，第一时间消灭他。那个严警还发下狠话说，日军的一个师团就能踏平云贵川。你吹他娘的牛吧，小鬼子！哎，我就不信他能把坦克开到这儿了。哼，仗打到最后，靠的得是人头。哎，说的没错。我告诉你，以后训练士兵就3个字：不怕死。你玩命跟他干。司令，话是这么说，
那武器还是挺重要的，你得给我发枪啊！你不能让我们扛着烧火棍子上战场，不知道吧？你最起码得人手一杆枪吧？司令，你可不能把我们当后娘养的。那不会。司令，卢总打了电话，说他的船已经靠码头了，他想见你。财神爷来了。好啊，我好久没见上他了。锤子，跟我一块儿去会会他。好啊。哎，抓紧点啊！怎么了，队长？是兵工署和军工署的人，我不想见他们。哎，老康。哎呦，老康，老万呢？哎，老康，老万呢？你们俩。好。这是军需署的周署长吧？对。边工署的万处长。啊，万处长刚升为少将，委座已经任命我为副署长了。恭喜呀！谢谢。哎，老康，不是听说你也调到南军军委政治部了吗？啊，我在四川还有点事儿没处理完。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我们是奉委座之命，来核查一下川军的装备和编制。战争不是儿戏，武器装备尤为重要。川军的武器一向低劣。老万，我觉得这次你应该认真核查，如实上报，这样也就是帮了他们。哎，我说老康，你不是和川军是死对头吗？怎么帮起他们来说话了啊？抗战已经兴起，川军也是股力量，你帮了他们，也就是帮了全国的抗战嘛。四川离战场那么远，什么时候战场能打到这儿来？我是怕呀，有人想借着抗日大捞一把，图自己发财。所以委座的底线是，绝对不允许川军扩大装备，能卡就卡。哎呀，老罗，老潘，哎呀，老潘，你好，你好，太好了，我得恭喜你啊，又官复原职了，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吧？咱们也小2年没见着了吧？我听说你这生意做得越来越大了，撑得起航运巨头了吧？啊！哎呀，这大老板亲自压船的，你这运的是黄金还是白银呐？怎么还用士兵保护啊？啊，这是兵工署的一批军火，送到宜宾去，给中央军的部队换装。哦，现在这个兵工署啊，可是我的大户，于署长亲自交代的任务，我哪里敢怠慢呢？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的参谋长你认识了，熊大锤子，我手下的一个旅长，以前是土匪啊，让我给收了。打仗是一把好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啊！你的大名啊，早听我们司令提过。哈哈，卢总，你说你运的是军火，能不能让我们也开开眼呢？这还不好说吗？老潘，走，我带你们几位到船上参观一下。好，行。老罗啊，四川的剿匪总司令部撤销后啊，改为川康绥靖东署。大帅改为主任了。重庆现在正在召开军事会议，就是把我们川军统一在国军的编制下，以后我们就是国军系列了。这么说，咱们川军以后的军饷粮草、武器装备都由中央提供了。哎，应该是这样。现在的形势逼人呐，华北的军情一天比一天紧张。老蒋自从西安事变后，终于对日本人雄起了。我听说，就连共产党的红军也要改编进入国军的战斗序列。老潘，看看军火吧。好啊，把门打开。是。老潘，你看，这都是刚从武汉装船的中正式步枪，有8000多条。我的妈耶！好贵的枪哦！司令，
跟这个枪比起来，咱们用的那老套筒那太扯淡了。这支枪啊，不仅外观好，性能还很棒，射程啊在500米以上，射击精度也很高啊。老潘，你看，这些是仿捷克的轻机枪，气冷式，1分钟可射出子弹500发，威力也不错啊。这好东西也太多了。哎，你看锤子都好流口水了。老罗啊，你真是馋我们呢。老潘，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。老蒋从德国进口了大批的武器弹药，可是就没有地方军队的份儿。没办法，贵军和滇军只能动用地方财政，从国外也买了不少，我就给他们运过。哎呀，川军穷啊，买不起国外的武器呀。不过这个抗战是国家的事啊，应该一视同仁呐。这老蒋啊，就改不了他的偏心呐。都到现在这个时候了，还打自己的小算盘。不过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听说啊，共产党的部队更惨，连1颗子弹都要不到。老罗，咱们俩算是有缘分呐。要不然啊，你这艘船就别走了，把这货呀卸着吧。行啊，司令，我看行。老潘，你想把这批军火都吞了？司令！哎呦，妖姬，你家里这着火了，这么着急？刚到的特级电报，司令呢？北平卢沟桥，日军向29军发起进攻，这就开战了，这么着急？行，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去找潘司令。小雨，去打开收音机，咱们听听有什么消息没有？怎么了，老罗？我这一句话就把你吓成这样啊？不是，老潘，你胆子太大了，这叫胆大包天，把我往死路上送啊！我的底儿啊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你就说这个锤子吧，他是个什么营生？土匪，一个旅5个人才一杆枪，那剩下的呢，都是保安团编制的3个旅，他们本来就是被裁撤的，那基本上甩着手来的。那我总不能让我的士兵扛着棍子上战场吧？所以老罗啊，你编个理由，你就说我这船呢翻这儿了。我亲自压船，哦，还把船弄翻了。那我公司的声誉不要了吗？老潘，你是不想让我混了？哎，那你就说碰着土匪了，被抢了，不就完了吗？对，就碰着他了，让他给抢了嘛。我船上有押运的士兵，再说了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老潘，抢劫军火是死罪呀！老罗，我的心智你是知道的。我当初为什么被贬，就是不愿意打内战呢，想上战场跟日寇较量。我跟大帅也要过武器，但是四川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，家家都没有余粮啊。司令，开战了，打起来了！这话怎么说的没头没脑的？什么打起来了？司令，看看吧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你们听着，昨天晚上，日军在北平卢沟桥和我宛平守军发生冲突。今天凌晨，他们向宛平县城发起了全面的进攻，我29军坚决抵抗，战斗正在进行中。这小日本终于忍不住发起战争了。什么也别说了，老罗，我们回军部了。好，走。昨日夜里，日本华北驻屯军未经我方同意，在卢沟桥一带举行军事演习，后又借口士兵失踪，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。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我驻军严词拒绝，日军遂向我卢沟桥守军开火进攻。我29军士
士兵忍无可忍，坚决还击。日军于今日清晨包围了宛平县。都听见了吧？北平卢沟桥开始打起来了，日军向我军发起进攻了。这一天终于到了，你们准备一下，我们马上去重庆。我要去要钱要粮要武器，我要让川军出战。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司令，那码头上那批武器啊，老潘，军需处和兵工处的人就在重庆，我可以在福江等2天。你如果能说动他们的话，这批货就卸在这儿，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那批武器了。老罗，谢谢你啊！好，你能这么做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说什么？潘天雄在福江扣押了兵工署的1船武器？不会吧？他胆子再大，也不会干出这种事儿吧？这可是要掉脑袋的。这样吧，我先查查情况，然后再确定下步计划。就这样。胆子忒大了。你们在车上等着。潘局长，大帅和众将军都在里面了，现在就等你们了。我们进去。请。目前事态在发展，日本华北驻屯军向我宛平军发出最后通牒，但是被我军严词拒绝。29军的官兵已决心与阵地共存亡。他们的抗日行动已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。中共中央今天上午在延安公开通电全国，呼吁全国抗战，并发出了平津危机、华北危机、中华民族危机的警号。蒋委员长也发表了不屈服、不扩大、不求战、必抗战的方针。各位将军，卢沟桥事变，形势发展至此，国家民族陷入危亡之中。刚才我已经代表川军通电全国，号召全国总动员，为抗击日寇拼死一战。我们坚决拥护大帅抗日，拥护大帅抗日。咱们川军以前打过内战，这脸上不光彩啊。现在，为国家、为民族，正是洗刷我们耻辱的时候。我立了一份告川康军民书，号召四川军民为了抗战做出牺牲和贡献。虽然战火远离川康，可是我们绝不在后方苟安。我已经电告中央，我们四川可以出兵30万，供给壮丁500万，四川的稻谷粮食任由中央调配。现在我问你们，愿意首批出川抗战的将军们，请举手。太好了，代表四川的父老乡亲们，谢谢你们。痛快啊！好久没这么痛快啊！是啊，会议开得群情振奋的。我们47军也被列为首批出川的队伍了。哎，大爸，你马上给各师长和旅长打电话，把会议的情况通报给他们，让他们立刻开展出川作战动员。同时呢，抓紧训练，
等命令一下，我们即刻出发。好，不用那么着急吧？你在我的房间，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？谁给你通风报信的？别瞎猜了，在重庆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。哎呦，那我真的考虑换个旅店了，我怕这是黑店呢。老潘，不用对我有那么大的戒心，有的时候敌我双方还有坐下来的时候，你我之间就不能推心置腹一次？那行啊，推心置腹一次吧。啊，来，香月，给康队长倒茶，你们回避一下。老潘，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看来你们的情绪很激动啊。谁能不激动呢？终于等到报效国家的时候了。我现在是国军了，随时准备出川作战。好啊，那我问你，你胆子忒大了吧？兵工署的军火你都敢扣？这干事儿的没家伙，不干事儿的有家伙，这不明摆欺负人吗？行了，少发几句牢骚吧。啊，这一米哪儿去了？怎么见不着他了？他刚刚就不在了。出川这么大的事儿，他肯定得向组织汇报啊。老车，47军已被批准出川抗战，接下来党对我有什么指示？从目前情况看，日军很快会大举反扑了，全面抗战的形势一触即发。蒋介石同意把红军改编成第8路军，长江以南的游击队也正在集中，改编为新编第4军。以后这两支队伍就是党自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了。除了8路军和新四军之外，党还会关注其他的武装力量。你是潘天雄军中党的代表，出川作战以后，你肩上的责任就更重了。我绝对不会辜负党对我的期望。只不过我出川作战之后，怎么跟党取得联系啊？这个我们早就考虑好了，到时候会有人跟你联络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哦，还有一件事，上次潘天雄为了救我发了个结婚的消息，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。你是说迎亲这件事吧？当时我也在场，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他救不出来你。这件事儿很好解决，只要在报纸上发表一则更正声明就行了。我听说最近潘天雄经常找你谈话，经常聊到深夜，有这事吗？我们都只是讨论抗战的问题，让我对这个人有了更深的认识。不过，这个跟感情没有关系。这件事呢，我不想干涉你。至于说真的有男女之情，也很正常。你是共产党员，我相信你能把握好自己的。你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老康啊，我的情况就像这杯白水一样透明，你是最清楚的。47师呢，原来是老谷的部队，咱就不说了。46师是什么？说白了，土匪民团保安团。我是把一堆破烂捡到一起了，
那如今呢，我就要带着这些破烂上战场。但是你总不能让我们5个人一杆枪上战场跟敌人拼吧？你说的有道理啊。你是怎么爬起来的，我很清楚。所以啊，这104师不上战场，他却有最精良的武器；我们上战场，我们却两手空空。那武器是干什么用的？杀敌人用的。康队长，我说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很明白，但是老潘，兵工署分配武器是有原则的。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军需署和兵工署这次联合到重庆办公，就是针对你们川军的。你都不知道，冯天贵的66师已经遇到麻烦了。他的师编制太大，一个师有2个师的人马，所以军需署怀疑他们吃空饷，只发了1个师的军饷啊。老冯的情况我知道，可战火一开呀，你报多少兵员，就有多少兵员参战呐。你这个时候吃空饷，那不是要自己的命吗？更何况多一个兵员就多一份力量啊。这委员长啊，对川军呢就是偏心眼儿。所以这次没有扣你们的军饷，你应该知足了。可是没有武器啊，你总不能让我们赤手空拳上战场和敌人拼吧？这样吧，老万，明天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，我安排老万跟你见个面，我再想办法给你敲敲边鼓。但是武器你不能全拿走，如果能留下来一部分，就算你赚了。还有啊，这个老万我很了解他，贪财好色，喜欢溜须拍马。如果老潘你能在他的面前弯下腰，破点小财，没准哄他一高兴，他大笔一挥，你就过去了。老康啊，你能帮我真是没想到，谢谢你的指点。我也是带兵打过仗的人，深知上前线武器的重要性，尤其是和日本人的仗。为了抗日，我豁出去。苗爷，你们进来。我要装孙子，从明天开始我改名了，我改成潘孙子。赤子之心，红了一片天。铮铮铁骨，且与山河作伴，一生这